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大家好，欢迎到比较 Rock。上支影片跟大家介绍 Uniqlo C 那款非常实用的 Barrel Pants， 以米白色调这种淡色系的单品中，今年2026的 Uniqlo， 我个人觉得最推荐的款式就是那一款，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同时，上部影片也花了不少时间让大家简单认识一下 Brooks Brothers 品牌，还有他们招牌的 Button Down Polo Shirt， 以及跟大家分享那款非常有趣，在设计方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Issey Miyake Archive 款式的那款 Hanoji Reversible Jacket。那今天同样也是要跟大家介绍我最近入手的 Uniqlo 的战利品。C 系列的裤装中，我这次春夏入手了好几款，都是在网络上下定。最近刚到货的是亚麻的款式，之前影片也有介绍过，待会在影片后半部会跟大家完整分享。那另外也是今天的影片重点，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年2026我入手最喜欢的这个黑色素 T。Uniqlo 最具代表性的，我觉得就是 T 恤啦，应该是很难有其他品牌可以跟他们 PK 的，因为推出的款式的量非常多元，尺寸感也很多，每年都会推出多少一点差异的款式。不过今年的这个 Box T 的话，真的是近几年我最喜欢、最满意的一款，所以这一次入手这件之后，我预计还会再多入手个5-6件吧，因为这一件真的是非常万用百搭，相信以台湾天气是一年四季都用得到，尤其像我们这种亚洲人身材比例没有像欧美人是这么好的情况下，这种 Box T 的话，完全就是为了我们亚洲人来做设计的。待会就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享。OK， 那在进入今天重点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 OOTD。那如果你对于我的 OOTD 介绍完全不感兴趣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后半部也没关系。OK， 今天搭配走的是夏季松弛感特级亚麻混搭内搭 T 恤跟裤装的部分，我们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介绍，都是今天主要介绍的 Uniqlo 跟 Uniqlo C 的单品。皮鞋部分今天搭配的是 Ferragamo 的 Loafer。在夏季你想要穿出比较高质感、成熟路线的话，很推荐你可以入手一款好看的 Loafer 来做混搭。最近我的卖场陆续也会上架几款非常顶级的 Loafer， 主要都是大尺码，如果你的身形比较高大，或者是脚型比较大的话，可以参考看看。后续上架都会在我的卖场的 Instagram 再跟大家分享，有兴趣的话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好，最后外套部分就是今天混搭的重点。今天搭配这款是1990年代 Dead Stock 库存新品状态英国 Aqua Student Premium Linen Shirt Jacket， 也就是跟 Burberry 一样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风衣品牌。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 Aqua Student。Aqua Student 他们是创立于1851年 ，Burberry 的话则是1856年，所以在这个创立的背景下，就可以完全理解到这两个都是以 Trench Coat 出名的百年老牌。Aqua Student 则是更早推出他们的防水风衣。这两个品牌有很多相似的点，像是 Aqua Student 的话，他们招牌的格纹就是 Club Check。Burberry 的话，则是大家最熟悉的 Nova Check， 各自都有他们厉害的格纹、厉害的防水风衣，同样都是英国皇室御用的爱牌。基本上大家可以简单认知，就是跟 Burberry 是同等级的品牌，都是以风衣起家，也是英国皇室爱用的品牌。两个品牌到近代的差别，就是在于经营的问题。Aqua Student 的话，就是比较不善经营，所以近年已经陆续破产了好几次。所以现代款式的 Aqua Student 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感兴趣。我个人是对于它过去大概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前的设计特别感兴趣。今天介绍这款就是1990年代日本 Renault 集团代理时期的 Aqua Student。这个时期的 Aqua Student 最推荐的点就是在于他们结合了英国的传统设计，再加上日本职人的工艺。这个时期的 Aqua Student 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做工非常扎实。90年代的日本制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对味，主要也是因为版型更贴近我们亚洲人身形，在面料选择上非常顶。同样是100% Premium Linen， 在面料
料的选择上跟 Uniqlo 的差别是不是光泽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时期的这个特级亚麻，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在于这个光泽感。除了这个光泽感非常高雅、高级感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这个纹理。真正好的亚麻，它会呈现这个很漂亮的这种十字纹的那种纹理，非常漂亮。不是一定要近看才看得出来，它远远看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光泽感非常明显，还有这个纹理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件单论面料来说，算是我近几年找到的亚麻面料的外套来说是最推荐的款式，最顶的一款。再来这件很推荐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 loose fit 宽松感。90年代的设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多的设计就已经是在追求这种松弛感。近几年的流行趋势就是这种松弛感。今天搭配这一款同样也是，我们夏季要追求的应该是宽松、舒服、凉爽，毕竟已经很闷热了。这时候你如果想要搭配上穿出一点品味、穿出一点高质感的话，宽松度我觉得是拿捏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今天搭配的全套都是宽松舒适，完全没有任何紧绷、勒脖、刺肤、紧紧的那种感觉。在夏季追求这种松弛感，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的。如果夏季的天气很热的情况下，推荐卷个2折，卷1折也 OK， 稍微露出饰品的感觉。卷2折的话，我觉得算是最刚好的。当然夏季的话，这样子外出当做一个简单的罩衫，绝对可以让你的搭配多一点层次感，多一点高级感的感觉。你看，卷2折的感觉是不是非常好看？夏季最推荐就是这种翻领、开领式的设计，它是采用开领5扣的设计，同时纽扣部分每一颗都是高质感 Aquascutum London 的这个刻印扣。这种翻领5扣式的设计，我个人最推荐可以扣的是第3颗，扣这颗感觉上是最理想，这样子插个口袋是不是就非常好看？而且它这一件的话就是很宽松舒服。我平常 Uniqlo 都穿 XL， 这件差不多是 XL 到2XL 都可以轻松驾驭。平常穿 L size 想要穿出这种 oversize 感觉也是完全 OK 的。口袋方面，它是标准的3口袋的设计，有点像平常那种工装外套的感觉。下方2个口袋设计的很大，所以你外出放个手机啊，放个钱包之类很方便舒适。再来就是内侧的部分。这件内侧非常轻盈舒适，它只有上半部有做额外的这个内衬的设计，下排多做了这个很高质感的 Aquascutum 的刺绣缎带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 Aquascutum 他们那个时期的 logo 标签，非常高质感，摸起来是那种缎面式的大标签，同时也是刺绣式的设计。那个时期的英国标签都很喜欢做大大的刺绣标，做得很漂亮、很细致，摸起来是那种缎面式的感觉，光泽感也很漂亮。左胸内侧的部分，它有做一个拉链暗带式的设计，暗带内侧就还有放了它的这个备用纽扣。这件整体状态是 dead stock 库存新品的状态，完全没有使用过，它是未下水、未使用，而且吊牌都完整保留，还是扣在领子内侧，吊牌一样很高质感，是那种有点皮套式那种感觉。下半部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有做这个抽绳式的设计，腰侧它这边有做抽绳式的设计，主要也是让这一件衬衫式外套，你如果想要穿出一点腰身，穿出一点设计感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抽绳束起来。这个抽绳束起来之后，腰侧这边是不是就多了这个腰身的打折感？尤其这个这么漂亮的特级亚麻的情况下，它的这种布料特性就可以让这个打折多了一点高级感，在光泽感呈现会更加优雅漂亮。今天就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一款，这一件真的是在面料部分非常特别，很顶级的这个蓝色调纯亚麻材质，而且纹理的呈现做得这么漂亮。如果跟我一样在于夏季喜欢做亚麻穿搭，想要追求顶级漂亮的亚麻材质的话，那这一件真的是非常推荐，而且它是库存新品的状态，完全未使用的等级，很难得可遇不可求的一款，跟大家做分享。再来饰品的部分，左手搭配的是90年代的 Seiko Dolce， 这种90年代的组合是我自己最喜欢，因为当时的设计真的很对味，所以组合起来今天呈现的这种松弛感是不是非常漂亮？这种亚麻式的松弛感穿搭给大家做参考。
好，简单介绍今天的搭配，那马上进入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今天要介绍的 Uniqlo C 的这一件特级亚麻锥形裤，还有内侧的这一款今年 Uniqlo 最顶的这一件 Box T。好，首先跟大家分享今天搭配这一款 Uniqlo 新推出的这个 Box T， 这一件是黑色的 XL 尺寸。这一次的设计都是偏 oversize 设计，最大的特色就是衣长他们拿捏的非常理想，都是偏短版的式的设计。以我的身形172 80公斤的话，个人是最喜欢 XL size， 穿起来非常理想宽松。像我上盘是比较宽大，肚子也是有一个大肚子在这边。可是这件的话，穿起来非常修饰身形，完全没有紧绷勒脖那种感觉。肩宽部分这件 XL 的话，稍微有一点绕肩式的感觉。胸宽跟下摆部分是这种 box 的设计，所以比较修饰身形，不会像平常的 T 恤它这样子会缩下来。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现代的搭配，我们尽量追求的就是修饰身形，尽可能是不要贴在身体的那种感觉，不要是这种贴紧紧的那种感觉，稍微有一点松弛感，让大家看不出来究竟你的肚子在哪里，究竟你的胸宽到底到哪里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才可以呈现自然的这种松弛 loose fit 的感觉。裤子也是同样的概念，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像我的身形也没有很好看，侧边也不太会有激凸的那种感觉，这算是很难得在素 T 中我会愿意入手很多件都是单纯没有口袋的 T 恤。之前也有介绍过很多次，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口袋 T， 有一个口袋在这边，除了方便使用之外，最主要就是可以防止激凸的情况，因为它可以修饰胸型的那种感觉。这件的话，因为它的胸宽下摆也都够宽，所以基本上就不太会影响到你胸型的这边的呈现。这一件在版型的轮廓上来说，我觉得做得非常漂亮，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衣长。之前很多的那种短版 T 啊、短版衬衫，Uniqlo都是推在女装，这一次终于推出一个男装的版本。你看男装的版本的话，整个比例还是最自然、好看，不会过短或是过长，就是要这种理想的，稍微有点盖到裤裆感觉，可是又不要整个都盖住，那就太长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拉长比例的感觉。像我这种172腿很短的这种身形，这种衣长设计就可以修饰身形，让别人看起来好像比例没有那么难看那种感觉。如果身形跟我差不多170上下，身高不高的人来说，这件绝对是刚刚好。那你身高很高的话，175以上到185左右，你穿这种短版衫看起来就有那种九头身的那种感觉，这样不是更好？今天的这一款 Box C 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任何年龄层的男生或者是女生都可以使用。如果跟我一样肚子有点大的情况，腰围很大，都要穿到90多公分的话，这一件的黑色 XL 尺寸绝对是任何年龄层穿都好看的一个设计。另外这一件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还有推到4XL，所以你如果是身材破百、很快、很高大的这种身形的话，完全 OK， 相扑身形应该也 OK。4XL 又是短版，真的是任何身形人都 OK。这种圆领 T 我最在意的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脖子的松紧度。这件的话，脖子松紧拿捏的非常理想，不会紧绷，也不会太宽松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理想的一款。所以有了这件之后，就完全可以想象换上是其他的，像是我的这个今天介绍的 Aqua Studium 的亚麻衬衫式外套，或者是我近期春夏非常喜欢的美军公发越战时期的 Jungle Fatigue 野战衬衫，混搭起来完全合理自然。有了这件衣长拿捏这么刚好理想的这个素 T 的话，你搭配在内侧，视觉效果，无论你外侧搭配的是长版、中版、短版都完全没有问题，很明显就让它有了一个身材比例的视觉轮廓，看起来这个比例就是拿捏在这边，效果就很像是你扎裤子的那种感觉，既舒适又百搭，又可以单穿又可以层次混搭，很推荐身形跟我差不多，那如果有在找素 T 的话，这一件肯定是非常理想的一款。好，
再来就是裤装的部分，今天搭配的这一款是 Uniqlo C 之前有介绍过的特级亚麻的锥形裤，之前有去旗舰门市10套，同样是这个 navy 色调，是 L size， 因为现场最大只有 L size。L size 的话，以我的身形172 80公斤就已经完全 OK 了。腰围因为它有做松紧式的设计 ，L size 刚刚好是合身 fit 的那种感觉。你如果想要追求干净 fit 修身的那种感觉的话 ，L size 我觉得就很理想。不过以我的春夏混搭的话，我的理想的那种松弛感是有一定的宽松感，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尽可能是整个裤型是垂坠的那种感觉是最棒，不要有那种贴到大腿，看出大腿轮廓，看出裤裆轮廓的那种感觉。像我今天搭配这款，我就刻意给它选到最大的尺寸是2XL的 size， 一样我们改到刚刚好的理想的裤长。像今天搭配 loafer 的话，就是这种裤长，我觉得是最理想。侧边的这种感觉，你们看到侧边非常宽松，完全看不出大腿的轮廓、小腿的轮廓，直接是这样漂亮的垂下来的这种锥形感是最漂亮的。如果最近追求的这种夏季搭配是比较偏松弛感，裤型也是稍微宽松，也不用刻意要到 barrel pants 那么宽大的那种感觉，刚刚好的锥形感的来说的话，蛮推荐大个2个尺寸。像我的话，这一件就调到2XL，穿起来感觉就像这样。其实到 XL 也是啊，因为我还有下单黑色这一件，真蛮喜欢的。我还有另外下单黑色的 XL 尺寸 ，XL 应该也是偏宽松的感觉，基本上应该跟2XL 落差不大。所以如果比较喜欢中规中矩的裤型的话，那就是 L size。你如果想要穿出稍微有点不一样，稍微松弛感舒服一点，推荐 XL 或是2XL。后续黑色的那一件到货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材质方面的话，一样是非常舒服的这种 Uniqlo 的特级亚麻。虽然它这个特级亚麻的光泽感还有那个纹理，没有像刚刚介绍那个英国的 Aquascutum 的那一款这么的有特色，那么漂亮那种感觉。可是像 Uniqlo 的单品的话，我个人追求的是低调内敛的那种感觉。我们主要是玩它的裤型，玩它的版型 silhouette。Uniqlo 它的这种大牌优势就是它的尺寸很足够，任何一个精品，任何一个设计师品牌都不会在尺寸上推得这么广。所以 Uniqlo 他们的好处就是推得很广的尺寸，而且即便到超大的尺寸，还是符合我们亚洲人身形。所以我才说，像裤子啊、上衣这种，我们可以尝试看看，跳脱平常穿的尺寸，往上追求更大的2XL、3XL，这时候穿上身的感觉瞬间就很有 designer bran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部分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一个 Uniqlo 的玩法啦。我觉得这样子玩起来，你就可以把 Uniqlo 穿得不像是 Uniqlo， 那我觉得这样子搭配会更加有趣。Uniqlo 这个 Box T 其实不是第一次推出它这种 Box 的轮廓，过去也有推出类似的设计，可是衣长的部分没有拿捏那么理想，还有领子的松紧度的拿捏也没有那么理想。以这种领子的松紧度、衣长的拿捏，还有这个版型的 silhouette 轮廓做的，真的是近几年最理想的一款。到时候应该会再多入手几件，无条件列入我夏季黑色素 T 的第1名。有兴趣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多入手几件啦。毕竟纯棉的 T 恤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越洗越淡。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饱满的色调，虽然可以补色补染之类，可是尽可能还是多入手几件轮替的使用，才不会让它这个黑色素 T 旧化那么明显。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 CC 的超好看的这一款特级亚麻锥形裤。这个特级亚麻好处就是单穿就很亲肤舒适，内侧完全不需要内衬，推荐可以选择大尺码，然后你把它改到比平常的长度稍微再短一点点，到脚踝上缘左右，我觉得是还蛮理想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再来混搭你的皮鞋、loafer、凉鞋或者是其他板鞋之类也都 OK， 就是可以穿出比较高质感的这种夏季混搭。很推荐夏季可以多运用
亚麻面料来做搭配，因为亚麻最大的特色，除了凉爽舒服之外，就是不易臭的这个特点。如果你夏季很容易暴汗的话，除了用制汗剂来让体味调节之外，亚麻你真的暴汗的情况下，你不会让旁边闻起来那么可怕。亚麻它就有耐臭的效果，多穿这种亚麻类的单品混搭上，绝对可以让你的夏季看起来更加成熟、有魅力，而且更多质感的感觉。所以这部分是很推荐的搭配方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今天介绍的 Uniqlo C 的这一款裤装，还有百搭的这一款 Uniqlo 的 Box T 的商品连结，还有今天实穿的这一款英国 Aqua Scudum 的这一件非常美的特级亚麻 shirt jacket， 连结部分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一些穿搭影片或是酷妈纪片的话，再不要大家发小跟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一下。还有 Storybook 虾皮卖场近期会上新品，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我是 Rock，我们下次见。